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子胖。这支影片呢，对你们来说可能会是一支蛮无聊的影片，但对我来说呢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支影片，因为我要来向我这台相处了7年半的车，好好的跟它说声再见。那会需要跟这台车说再见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要换车了嘛。那换车呢，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只是呢，因为这台车也跟我相处了7年半的时间，老实说，还真的是很舍不得啊。毕竟呢，它是我拥有的第一台车子，是我工作以后存钱自己买到的第一台车子。虽然买来的时候它是一台车龄已经11年的车子，但对我而言呢，它是特别有意义的。而且呢，他还陪我去过很多地方，然后也陪我经历了很多重要的时刻，然后甚至陪着我从一个开车的菜鸟，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开车熟练的老鸟，应该吧，自己说。所以就是以上这些原因，让我舍不得的那个情绪特别的浓厚，也因此让我决定要拍这部影片，好好的来跟大家说声再见，然后好好的纪念一下陪伴我7年的这台 Altis。我这台车呢是2006年的 Toyota 的 Altis， 那它是神 A 嘛，应该就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吧。反正它就是一台省油，然后又好维修跟保养的车子。那当初会买这台车呢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要读研究所，那时候呢需要在基隆和桃园之间往返。那为了减少通车和转车的时间，所以我才下定决心买了这台车。好啦，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的女朋友，也就是现在老婆猫老大，想说可以载着她到处跑嘛，所以就买了这台车，可以方便我们到处去走走，到处拍拍照这样子。那时候呢，会选择买二手车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开车技术还太菜了啦。很怕说买新车碰撞什么的，那会觉得很心疼，所以买二手车一方面也是为了练车，这样子如果真的不小心擦撞还是什么的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心疼。但老实讲，真的有去擦撞到的时候，还是会心疼啦，毕竟自己的东西还是会心疼。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才刚毕业，也没有存多少钱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决定买二手车就好了。但那时候买二手车呢，就是到各个车厂去看车嘛。那其实看二手车有很多眉角角的，其实蛮困难的。为了避免后续有太多的麻烦跟风险，所以我那时候选择去 Toyota 原厂去看原厂的认证车。虽然它价格会比较高一点，会比市售二手车的价格再高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买原厂认证车好处就是它的风险会比较低，然后原厂也有提供保护啊，也有检查维修过，有他们保养的认证，所以我觉得买原厂认证车对我那时候来说是比较放心的一个选择。那我这7年半的时间呢，我开车确实也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所以买原厂认证车真的是一个还蛮正确的决定，就让我这7年半呢开车都觉得还蛮安心的。至于为什么会选择 Altis 呢？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前面有讲到的省油嘛，还有好维修啊、好保养这几个原因。然后再加上呢，它是轿车，那因为它是轿车，它的车身比较小嘛，所以你在市区开车或者在市区停车都会比较容易一点。对于一个开车的菜鸟来说，这样开起来呢，压力会比较小一点，小那么一点点。然后再加上呢，我那时候公司也有 Altis 这台车，然后有开过，也觉得还 OK。所以在我对车子没有很了解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功课的情况下呢，我就直接锁定了 Altis 这个型号。哇，那仔细回想的话，跟这台车的回忆真的很多很多欸。它载着我们去过很多地方，例如之前我们住在基隆嘛，然后那时候离宜兰很近，我们就还蛮常去宜兰走走，然后吃点小吃啊，逛逛景点之类的。那还有我们国中的同学，每年都会办一个聚会，然后这个聚会呢，我也都是开这台车跟着他们一起去旅游这样，然后也开这台车参加过很多朋友的婚礼啊，然后去当他们伴郎啊，然后最远我去到屏东去当朋友的伴郎，也是开这台车去的。另外呢，还有台南小吃很好吃啊，然后我们也有朋友在台南，所以我们也开这台车去过台南很多次。那再来就是那时候我还住在台北嘛，然后常常会需要回家乡过年啊，回家乡过节日啊。那只要遇到连假啊，或是过年那种比较长的假期，我也都是会开这台车回去。那回去呢，就可以载家人一起出去走走啊，就是一起出去旅游啦，也是增加了蛮多家人之间的回忆啊。那前面也有讲过嘛，买这台车就是为了要读研究所，
然后来回通车比较方便嘛。那所以这台车呢，也陪伴了我读了4年的研究所。对，回家费我读了4年研究所才毕业。然后呢，还有疫情的期间，也都是开着这台车陪伴我度过上下班的时间。我都在车上这样唱歌，唱得很开心，都是因为有这台车，我才不用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。然后就是开这台车上下班这样。那另外呢，也有去过很多山啊，像宜兰的太平山啊，还有合欢山、武岭啊，然后阳明山，就是也开着它去过蛮多山上走走的，也蛮多在山上接触大自然的回忆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基隆的不厌体，基隆嘛，那时候住在基隆的山真的也到处都跑过，还有海边啊，海边也有去啊，像金山老街那个沿途的海岸线啊，我们就也都蛮常去的。哇，真的是去过太多地方了。一时之间我也很难一个一个举例出来给大家听啊。反正7年半嘛，你们就想你们7年半可以去过多少地方，那我就是开着这台车去过那么多的地方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呢，这7年半也经历了我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啊。因为我前面也有讲到嘛，就是研究所嘛，就是他陪着我读了研究所4年。那这4年呢，看着我好不容易很惊险的从研究所毕业，然后载着我把论文集啊交给口试的老师们啊、口试的教授们啊，然后还有那时候我和猫老大交往嘛，然后也是这台车陪伴着我们度过这段交往的日子。那后面几年呢，我们也搬过几次家，那这台车也很给力，载着我生活上的所有家当啊，像是摄影器材啊，还有我的电脑，还有一些衣服之类的东西，都可以塞在这台车里面，它都塞了进去，然后帮助我搬家搬了很多趟。然后载了很多趟东西，帮我省了很多钱，让我不用去找搬家公司，然后还要额外多花钱这样。这台车真的是很强，不要看它小小，它其实还蛮能装的。它一趟能够载的东西真的还蛮多的。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结婚嘛，然后生下奶居啊，然后奶居出生之后呢，又带着它去打疫苗啦，然后带着奶居到处去走走啊，然后载着奶居就是在台北跟彰化之间给各自的家人看看奶居啊，就是奶居出生之后呢，用到这台车的几率呢，又比之前又更高了很多。那在比较后期就是工作的改变嘛，就是回到彰化，回到我的家乡工作嘛，然后还有买房啊、装潢啊，也是有这台车陪着我们一起经历。就像那时候装潢，它载着我们到处去问，像窗帘啊、买家具啊，也都是这台车陪着我们一起度过的啊。其实20几岁到30几岁这个期间呢，算是人生会变化比较多的一个时期吧，毕竟会经历一些结婚生子啊，然后一些工作上，可能有些人还会转职啊，就是还在尝试各种工作，然后最后定下自己最后的工作啊，其实都是在这个20到30几岁的区间去完成的。然后我也刚好就是这段20几岁到30几岁的期间呢，买下这台车嘛，所以这台车呢，也真的是陪伴着我度过了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。它真的就是一台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好伙伴。但是呢，人生嘛，毕竟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虽然这7年半以来呢，看着他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他也都很给力，都没有随意的罢工。但最近这1年来呢，真的是有感觉到他真的是老了啦，就是他开始有很多零件啊，大小零件开始损坏，就是修理的次数变得比较频繁一点。像目前遇到最惨的一次状况呢，就是我的那个排档杆就是没办法去打档，它卡在 D 档，没办法打到 P 档啊或 N 档。那一次呢，是我好不容易把它从 D 档顺利的切到 P 档，就我切了好几次，反复切了好几次，终于顺利切到了 P 档，然后才让它就是停在台北。但那时候呢，就是车子掉下在台北，我还得载奶居啊、毛老大回彰化。那还好，那时候就是岳父有借我们车，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先回彰化。像这种飙车的状况呢出现，其实对我们旅游啊或生活上都会有一些困扰。然后再加上这台车，确实它的车龄也已经18年了，已经算是老车了啦。虽然说Toyota的车像 Altis 呢都是很耐操耐开的，但是车龄已经18年了。老实讲，每次在开长途的时候呢，心里都还是会有一点紧张，就是会有点担心，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是时候该来换车了。那其实呢，在奶居出生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有在讨论要不要换车，原因有很多，但不外乎就是为了小朋友嘛，因为小孩出生之后，你要载的东西可能就变多，那小孩出生后也要做安全座椅嘛，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乘坐环境。那像这台车就没有 ISOFIX， 我们都只能用安全带去固定那个汽车座椅。老实讲，
我觉得没有那么稳。那这台是轿车嘛，虽然说它也真的很能装，但是有小朋友出生，真的是东西真的很多。有时候你出一趟门，你要带的东西真的是难以想象。像之前去苗栗露营嘛，那次就带了一大堆东西，连那些什么澡盆都要带着走，然后连小朋友玩具都要带着走。带小朋友出门要带东西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。然后还有小朋友出生嘛，我们如果要往返台北彰化，一定是得开车，不然你搭高铁呢，有时候小朋友有什么临时的状况，其实没有那么好解决。不然我们以前回彰化、回台北都是搭高铁，老实讲真的是比较迅速又方便，然后也安全嘛。毕竟开车还是有一个风险在。那最后就是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，因为这台车它可能没有气囊，我忘记它是2颗气囊还是完全没有气囊。反正呢，就是它的气囊应该不多啦。那它车体状况坚不坚固呢，也会让人比较稍微不放心一点。那这是我们想要换车的主要原因啦。但那时候我们考量很多，最后还是没有换车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这台车开起来顺顺的，而且那时候我买车其实才过了3年4年，就觉得这么快就要换车好像有点可惜，有点舍不得。而且那时候也都没有遇到什么零件坏掉需要大修的状况出现。然后又遇到疫情啊，其实也都待在家里，所以就觉得情况好像没有那么紧急，没有那么必要马上换车这样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思考再三，就决定好了，先缓缓，等奶鱼出生之后，如果真的有需要，我们再来换车。但当时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说养小孩是这么一件忙碌的事情，对，我们把养小孩想得太轻松了。就小孩出生之后呢，其实都忙着在照顾小孩，然后又工作从台北回到家乡彰化工作嘛。然后还有买房啊、装潢啊，那我们就是遇到以上种种的原因，导致我们一直都没有心力去思考买车这件事情。然后买车这件事情就被我们一直在往后的延。那就像前面讲了嘛，就是最近这1年这台车修理的状况出现太多次了。然后也想说，刚好年底也到了嘛，其实买车呢年底的优惠算是比较多的啦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趁此机会，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，然后也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，我们就下定决心，是时候要赶快来换车了。然后我们就赶快来看车买车。然后我得说啊，我们看车买车的速度真的是还蛮快的。我那时候大概就是先决定个预算嘛，然后再从预算区间去选出有哪几台车可以选，然后再从这几台车呢去筛掉确定不要的车是哪几款。那说实在的，最后也就剩2、3款车可以选，然后我们再去现场呢去试车试乘看看，开看。那试车完之后呢，其实也就差不多决定要买哪一款了。所以我们在1个礼拜之内呢，就把换车这件事情给搞定了。老实讲，我真的觉得是蛮快的，太夸张了，怎么可以这么快呢？那我们最后选的车呢，一样是 Toyota 的车，然后是选择休旅车，就是 RAV4 那台车，然后我们选的是油电的版本。那会选 Toyota RAV4 呢，原因其实很简单啦，就是想看油电车嘛。然后再就是妥善率啊，还有后续维修保养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会主要考量的部分啊。所以在各种权衡之下呢，我们就选了 RAV4 这台车。但其实我在做功课的过程中呢，也是有各种犹豫挣扎啦，就是也想要换别的牌子开啊，也有听人家讲说哪台车不错啊，还有安全性的问题啊，毕竟 Toyota 的车可能就会比较软一点嘛。对，但是各种权衡之下，那我们还是选了 RAV4 这台车。那 RAV4 呢也算是日本进口的车子啊，所以进口车都会有一些撞击测试，所以相对国产车呢，安全性上应该还算是有好一点啦。这个犹豫选择的过程呢，如果现在讲起来的话，那个篇幅可能会太长，那我们这次就先跳过。毕竟我们今天的主角呢，还是在这台 Altis 身上了。有机会的话，再好好来聊聊买车的过程，买车的心路历程。那我们今天就还是先来好好跟我这台 Altis 说声再见吧。好啦，说了这么多，今天主要的重点是要跟这台 Altis 好好说声再见。Altis 真的很谢谢你，这7年半的时间呢，谢谢你带着我们到了很多地方，也谢谢你这7年半以来的陪伴，然后更谢谢你呢，每次的旅游都能够稳稳的、安全的将我们送到目的地。Altis 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你。真的不愧是人家口中的神 A， 完全都不用让我们担心了。那我自认呢，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车主啦，毕竟我真的很懒惰，我都很懒得帮你洗车，害得你总是脏兮兮的，真的是很抱歉啊。哎咻，嗨，我的好伙伴 Altis 啊，这7年半以来，我真的很谢谢你。这段日子呢，有你载着我们到处跑，
我是真的很开心啊！是你呢，让我的视野，然后让我能够踏足的地方变得更广阔。是你陪着我慢慢承载起一个家庭，然后也是你安全的载着我们到达我们想要去的各个目的地。因此呢，最后想要在这边再次跟你说声阿基斯，谢谢你，有你真好。